大家好啊！现在我在柔佛东甲和麻坡中间的利丰港，我呢要去一所比较独特的独钟啊。独钟在我的印象中啊，都是很豪华、很大的、很知名的。但是在60多所独钟中啊，有一所历史悠久，也有很多故事，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的培华独立中学，它就在柔佛的利丰港。我现在呢就在这里啊。我在门口，我已经看到呢，像外面啊有利丰小学、国民型中学啊，也都在这一片啊。来，我们看一下，哎，这个校舍啊，您看到的画面是当时我们在校园中的参观。其实除了这一趴呢，我们和校长洪志文先生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对，我是说我和王泰校长啊，他告诉我们培华独钟过去100年的历史和未来他正在经历的那些变化。校长自己已经60多岁了，他把这一段视作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复杂又感激感恩的心态在工作呢？为什么他把那些来的孩子们称为叫干棒小孩？父母们啊，甚至于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国中。那培华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他们培养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呢？校长啊，觉得他的回答还可以说得更好，展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所以没关系啊，我们下次还要再去那边去找培华的校长，重新再录一遍。那你现在啊，就想要看到30分钟有参观、有深入交谈的内容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我已经把它放在会员独享之中了，这样呢就不会有太多人看到哈，没有关系，先跟随我们一起参观校园。刚刚进门啊，我们就看到利丰港校友会啊，应该就是记载他们80年代学场收到的一些热心捐款的这些社会各界的名字。哦，哎，我们看是1981至1983啊，其实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各区县的热心人士的捐款，有发现一些什么信息吗？就大家都很慷慨，你看那个80几年的时候5万块马币，这真是天文数字啊！然后就算是比较小的也是几百块，这个在我们出生的年代，我记得我爸妈的工资也就是30-40人民币啊这种。这里看到是有 SPM 考试的信息。走过这个走廊呢，这里应该就是校舍了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大啊？如果没有看错啊，校长助理也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学生现在不算很多看这边有2层楼，在前方呢就是一个体育馆了。这边是体育场它的通风环境还是很好的，中间有几个篮球架，这边是有座椅，也有一些学生的书包摆在这里。这个球场你看是柔佛州州务大臣阿都甘尼主持的，在2011年的时候，这也有14年了哈。后面有在建的工地不知道未来是否是属于学校的，看上去地是连到一起的。那我们刚才穿过了篮球场，这里是一个餐厅，也是一个半露天的餐厅27、28都有特别餐点，那应该有学生在我们看辣椒板面6块钱，现在是上午10点45，这个就是食堂在前面还在准备。任何小事只要用心都是一门学问。来，我们先看一下食堂，这是平时的菜吧，2肉1菜7块5，1肉1菜4块5，还有加料都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学生们应该会等下吃到的吧，鸡腿荷包蛋都有走到这样自己来。那钱怎么结呢？我们在外面。就跟杂饭档其实一样，对不对？以前是拿给他们，可是现在董事部是要求他们就是每天食堂自己煮嘛，对吧？对。好的，我看一下还是很干净这是饭。来，我们看一下学生会吃到的菜。这是一些肉番茄炒蛋、长豆、卷心菜、青菜。其实里边也很干净厨房在里边还在煮着。这都是校董啦，其实很多都要靠他们的支持
像我们有位观众就是培华读中的校友啊，老校友了，他告诉我们，包括他自己啊，这些董事啊、义友士啊，那每年都是大量的捐款，这些就是在管理学校的老师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洪志文校长，校友会理事会啊，来看这些杰出的校友啊，食堂真的有很多信息可以看到哎，大家看哦，未来综合大楼，你看。这果然就是外面在设计的，就是未来的校舍吧？看，这有点像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设计大师的谁啊？他的这个建筑的感觉。魏延武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不是图书馆啊？这边很大，这是室内，你看剧场啊，这个是这样的，很惬意啊，感觉，有一种让人放松又很惬意，通风采光都很良好的大学校舍的感觉。刚才看校董的这个大领导啊，陈苏潮先生说要提升学术表现品德，打造成家长学生的首选。哟，刚刚开工哎，陆兆福还过来主持。推崇礼，行正义，实清廉，知廉耻。这个是1988年建的，这里应该就是主楼了。能够看到后面还有一些教学楼，然后这里呢才是新建的楼。这里原来才是主楼啊。来看这个就是 YB 陆兆福主持新校舍的综合大楼动土礼其实走进来也是礼堂啦，知纲堂。校训礼义廉耻，学校是渐次展开啊，门口可能是最老的，相对旧一些啊，越到里边越大。你看这里有教学楼是很新的，后面甚至于看到有宿舍楼应该还提供住宿这里是一些这个纪律和规范吧。这没有想到，对，发型是有这样的。标准量化标准然后衣着、集会奖励和扣分这是一个叫吴乃光纪念楼，我看很多学生在里边不知道是否就是教学的主楼了这边呢也是有一栋楼，确实学校非常大，中间这一块野生草坪的非常非常大，要比刚才看到的体育馆要大很多，正在修剪草坪。那老师住在学校多吗？不是很多，10多位也是会有别的州的老师来教呀。好的，我们现在去看宿舍。上完宿舍。是这样的。对，空间很大。对，然后我们的床不是那种叠上去的那种。我还以为是那种。是单层的，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储物柜，自己有自己的衣柜，每个学生都有，空间也很大，比我想象的是2倍的空间。然后书桌，还有自己的厕所。独立的在这里的，通风也很好。其实，在这个避风港的话，就会有很大的空间，我觉得。对。所以我们很少宿舍是有带自己的厕所的。然后我们这里就。每一间房间都自己的厕所。是啊，我念大学就是一层就只有一个大的厕所。对。就是这样的设置有多少年了？这个宿舍去年才翻新的，等一下还会装冷气厉害吧？每一个有点，不过时常的这种天气，其实马来西亚都是这样子的天气其实。就在我们住的这个雪兰莪沙根是属于很少见了，大部分都是很热的。那边是这个真堪比我们那里的国际学校，更大，我觉得。青草的香味刚刚割好。我们的就是长这样子咯，是蛮好的。可以的，这装备很好这好像是。就是这样子。基语社就是专门做回收的。这个就是刚才看的烹饪学会、艺术学会，然后还有合唱团，
影创学会，然后华乐团、管乐团、舞蹈社、音响社，很丰富。然后还有圣约翰救伤队跟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的。然后学生的，好像我们的体育衣啊、校服啊，也是可以在这里买。哦。然后文具也是可以在这里买。面包啊，冰淇淋，还有饮料，一点饮料啊。可是这些我们封住的就是只有放学的时候才可以买，没有放学就不买。冰淇淋之类的。地址就是1929年，1929年到现在，哇，很蛮多年了，快要算是100年，再多4年就100年校庆。100年校庆，